2024年的电影行业一片哀嚎，影圈资本很显然没有赚到钱啊，他们集中力量准备春节档赚一波大的。资本看重的肯定不是票房那点钱，哪吒再破纪录，票房100亿，也就分账到手30多亿，这里面还有制作成本、发行成本、宣传成本、排片费用。相比于票房，哪吒春节档对应的股市光线传媒啊，这几天已经大涨了600亿，在资本玩家眼中，这一块才是真正的蛋糕。而且今年的春节档非常容易压住。论资源呢，蛟龙和封神首先出局，博纳虽然自己有院线，但是不多啊。北京文化和阿里这次只能合作淘票票。中影的射雕其实是最大变数，资本能操作的，只有万达的唐探和光线的哪吒，这2部也是资源最多的。问题是唐探背后的万达刚刚发布年报，实在是亏损太多，股市利空太大，不利于拉盘。最终只剩下哪吒，猫眼的亲儿子。2次原野人免费宣传黑对手影片，又打着中国动画的旗帜，舆论非常容易操作啊。光线的股价也在低位，一切都是非常完美。唯一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把射雕这匹黑马死死摁住，不要产生任何变数。剩下的就是资本游戏，提前拿好筹码，在票房上制造奇迹。比起最终能拿到的收益，成本实在不值得一提。21年春节档排片费都要1个亿，今年肯定要过亿啊，拿下更多的排片，也就是多几个亿啊。威胁影院必须给排片，票房这边完成任务要几个亿，可能大家都觉得很大额了，但是资本市场一天就可以涨100多亿，这点钱还是钱吗？这点排片费难道不值得吗？哪吒现在的观影人数已经来到2个亿，中国看电影的人群有这么多吗？总之就是票房还在涨，股市就能继续上扬，今天又涨了100多亿。如果我是光线的股东，这2天可以套现了，没法减持没关系，可以把股份借给别人，让别人卖掉，而且股市赚到的钱全部都是自己的。在这个喧嚣四起、资本博弈愈演愈烈的春节档，肖战的射雕犹如一位孤胆英雄，在惊涛骇浪中顽强前行，虽遍体鳞伤，却傲骨铮铮，透着不屈的侠者风范。他未能在票房战局中问鼎，却在无数观众的心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人们期待已久的金庸武侠，徐克亲自掌舵的江湖传奇，本该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视觉盛宴，却因种种不可言说的因素被迫删减，被压低排片，被无端污蔑，最终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之中。即便如此，射雕仍凭借自身的硬实力，在夹缝中杀出一条血路，成为2025年春节档最具争议，却也最具风骨的一部作品。观众心中的遗憾远不止于票房。原本该是郭靖最辉煌、最荡气回肠的西征战场，被迫删减的支离破碎。那场本应震撼人心的沙场征战，那段让郭靖彻底成长为侠之大者的旅程，最终只能化作零星的片段，埋藏在被剪刀无情斩断的胶片中。原本应该是战马嘶鸣、金戈铁马、黄沙漫天的大场面，如今却只能靠零散的线索去拼凑。那本该属于郭靖的史诗级蜕变，被无情剥夺，留下的唯有唏嘘。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，原本应在西征的腥风血雨中经历真正的洗礼，感悟家国大义，最终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归故土，肩负起守护百姓的责任。但当这段成长的核心被生生剥离后，整个故事都被削弱了几分厚重啊！英雄的成长也显得仓促而无奈。这不仅是电影的损失，更是整个武侠影史的遗憾。而在这背后，是徐克导演倾注全部心血的执念，是70岁高龄依然在片场摸爬滚打、不辞辛劳的坚持。他将自己的半生奉献给武侠，他的电影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江湖梦，如今却要承受外界的质疑，甚至被人嘲讽廉颇老矣。可事实是啊，即便面对重重阻碍，他依旧用自己的方式将射雕塑造成了一部具有独特精神内核的作品。每一个被删减的画面都是徐克的心血，每一场精雕细琢的打戏都是演员们拼尽全力换来的真实，每一处镜头语言的设计都藏着导演对于侠之大者最深刻的理解。可惜的是啊，在这个急功近利的市场中，有多少人真的愿意静下心来体会它的内涵？最令人敬佩的是，射雕剧组的所有人在面对这些不公时，始终保持着最好的风度。他们没有抱怨，没有卖惨，而是用最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一切。徐克依旧满怀热情地分享着自己的创作理念，肖战即便遭受质疑，也始终笑容满面地面对观众，每一次路演都保持最好的状态。只为回馈支持他的影迷，
梁家辉更是用幽默感和亲和力点燃每一场宣传，毫无大咖架子，尽力为影片贡献更多的热度。他们所有人都在默默承受这一切，用自己的方式捍卫着电影的尊严。这种风骨和体面，比任何炒作、任何流量都更显得珍贵。然而呢，电影市场的混乱与资本的倾轧依然让人不寒而栗。从预售3.55亿，春节档预售票房冠军，到上映后诡异的被压低排片，从上座率超高却无缘黄金场次，到大量路人想看却买不到票，这场看似公平的竞争，早已被幕后操控的无形之手搅得乌烟瘴气。更可笑的是啊，那些妄图阻挡射雕前行的人，竟还要倒打一耙，将一切责任呢推给电影本身。他们不谈排片如何被打压，不谈影城如何暗箱操作退票，不谈无数真实的观众如何被迫放弃观影的机会，反而指责肖战粉丝购买力太强，将票房归结为粉丝电影。他们不愿承认一个事实，肖战的号召力是无可匹敌的，他所承载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普通流量明星的范畴。他的粉丝不仅是铁打的支持者，更是实打实的消费主力，而他们的消费行为恰恰是市场的正常运作。难道因为观众太愿意为他买单就成了原罪？难道因为他的电影预售数据太亮眼就必须要遭到针对和打压？这样的逻辑荒唐至极。更可悲的是，这种不公的环境正在让整个电影行业变得更加畸形。当资本肆意操控市场，当排片费被抬高到离谱的地步，当电影的成败不再取决于质量，而是取决于背后资源的强弱，这个行业真的还有未来吗？如果再这样下去啊，真正的好电影就算拍出来，也不会有机会被观众看到真正有诚意的创作者，就算倾尽全力，也终究会被资本的洪流吞没。观众被一次又一次的愚弄，被强行灌输那些资本推崇的所谓爆款，真正值得一看的作品却被压制、被边缘化，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观众彻底失去信任，整个电影市场走向衰落。可即便如此，射雕依然屹立不倒。尽管经历了删减，经历了排片压制，经历了舆论围剿，它仍然在所有热议电影中占据着最高的话题度，仍然以6亿多的票房成绩问鼎华语武侠片影史冠军。它或许没有拿下最耀眼的票房桂冠，但它在观众心中已经成为了一种象征，它代表了武侠精神的传承，代表了徐克对电影的执念，代表了肖战和其他演员们对艺术的坚持，也代表了一个时代对真正好电影的渴望。这是一场注定不公平的较量，但射雕没有倒下，他像一个真正的侠客，即使遍体鳞伤也绝不低头，即使身处困境也依然秉持信念。或许多年以后呢，当人们回首2025年的春节档，会发现这部被人为压制、被恶意诋毁的电影才是真正值得铭记的经典。而当市场的泡沫终究破裂，当观众开始觉醒，当真正的好电影再次迎来春天，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终会被重新审视，它的价值远远超越票房和口碑，而是成为一座屹立在武侠影史上的不朽丰碑。肖战射雕能够冲破层层关卡，如期上映，已经是一场堪比郭靖血战襄阳的胜利。宋蒙之战的敏感性啊，足以让无数项目折戟沉沙。倘若不是上头宣传口的专项基金鼎力支持，中影坐镇护航，这样一部家国情怀浓烈、武侠精神深刻的电影，恐怕连立项的机会都不会有。可它不仅诞生了，还顶着狂风骤雨杀入春节档，站在了所有人的面前。这份不屈不挠的意志，早已超越了票房本身，成为华语武侠电影复兴路上的一面旗帜。电影行业的生存法则冷酷无情，任何一部能公映的影片，都是在无数次删改、妥协，在妥协后才能浴血重生，每一刀剪下去都是创作者的心血，每一次修改都是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较量。你看到银幕上短短的1分钟，背后呢，可能是剧组在酷暑严寒中奋战3天3夜的成果，甚至是演员们咬紧牙关拼尽全力拍摄数月的呕心之作。删减已然成为行业默认的生存法则，任何导演、演员都无法避免这场无声的角力。即便如此，徐克没有抱怨，肖战没有抱怨，剧组所有人依然选择昂首向前，以一部饱含热血与信念的作品呈现在观众眼前。这便是电影人的风骨，这便是侠者的风范。作为粉丝，看到自己支持的演员倾尽全力的演绎被删减，心疼是必然的，遗憾更是难免的。与其沉溺于已经发生的遗憾，不如让更多的人走进影院，让他们亲自去感受射雕在大荧幕上的震撼吧。
得益于徐克深厚的叙事功底和肖战炉火纯青的表演，许多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根本不会感到情节的断裂，而是被剧情牵引着，一路沉浸其中，感受郭靖的成长，体悟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的精神吧。这才是电影真正的力量啊！不是靠遗憾博取同情，而是靠质量征服人心。在电影还未下档之前，与其沉溺于对删减的怨念，不如大声告诉所有人，这是一部值得走进电影院去看的武侠史诗。现实残酷啊！既然已成事实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与主创们一起昂首向前，珍惜已经呈现在荧幕上的每一帧画面，让更多人看到它的魅力。